手牵小手也是学生教我的。哦，也是学生教的。对，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教育是一种爱的祝福。是。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水博士，有没有？水博士是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带着一个祝福的观念，是水的分子是非常漂亮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那所以，我其实，在孩子的身上，我都是用祝福的态度，就是我都觉得你可以，而不是你不行。可是通常我们碰到这样的孩子，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就会说啊，你天生就不行，所以你完全没有祝福他，那他的水分子怎么会漂亮？是是是。对，那大手牵小手是什么来的？就是说，我们曾经就是做过一个实验，算是观察的一些方式，就是说，我们曾经带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爱子灯笼去宜兰大概200个社福团体跟学生，邀请他们一起来作画。那在这个作画过程里面，我就发现我们的2个这个自闭症的种子老师带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非常专注的，然后甚至都不需要下课，就是我们到学校资源班的课程里面去教导他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连他们的主任都非常惊讶，他说：“陈老师，你确定这是我们学生画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是你们学生画的，因为就是我说的，我带着是祝福，就觉得你可以。”那在那个过程中，我就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的大手，就是我们大的种子老师带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很珍惜这个创作的时间跟缘分。那我就在想说，我们一般人反而还不容易达到跟他们有这么好的磁场，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些孩子真的送到师范教育去，让他们有机会去受师范的这个洗礼。是。那将来就是他们就是那个大手。是。那我们的小手就是他可能是新手父母带的这一群孩子。是。那就是由这些大手的孩子带着这些小手的孩子，或者是这些大星儿大龄的这个家长，去把他们的经验传承给小的星儿家长。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非常爱的祝福的传承。那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在就是去年的7、8月份，我们做了这个就是去旅行的这个过程，就是您说的，我们就是到这个就是社区里面，发现在社区里面有很多的故事，不管是它的建筑也好，那它的历史背景也好，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教授也会质疑说，自闭症的孩子懂什么历史？他们如何去了解历史？那就像我们后来说，我们用演的，我们用戏剧的方式，让他真实去体验，或者让他们去追剧，或者带他们到原来的那个眷村历史场景去，就会发现，这些加上五感的体验之后，他们是慢慢一点一滴懂这个东西的，就是不是像我们说，我们可能翻开一本书，我们就去了解这些历史故事了。那他们就真的需要透过很多元的体验以后，甚至像我们的孩子，就是他去画那个一把青的故事，他就真的要扮成飞官，爬上那个军机，他还是可以感受，原来这个就是飞官的一个这个职涯的这个方式。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个部分，透过这个体验，我们还是可以，我们的孩子还是可以跟我们一般的人享受正常的人生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孩子学习要的是机会。是。对，就是说我相信机会是每个人都需要的，那更何况是他们。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机会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平等的，只是说他们需要花的时间的那个长度可能是我们一般人的2倍甚至3倍甚至10倍，但是我们给予了他这些时间的补偿之后，他们还是可以跟我们爬上一样的高度。那我觉得这个机会就不能不给他们，因为教育在教育之前面大家都是平等的。那我想没有所谓时间的长度，就是说只要他能达到，我觉得任何一位老师都是愿意支持孩子们把这个长度补足。那像我每次在跟孩子们说的时候，我心里就真的是没有那个你不能，是我只有说，我们来试试这件事情，然后我相信你们可以，然后他们往往达到的是超乎我的想象。是，也就是说，我给予了他们一个正向的机会以后，然后他们往往就是我真的都不知道他们会出现到什么状态，因为我给予的只是一个故事，给予的只是一个机会，然后给予的只是带着他们去尝试体验之后，
然后他们挥洒出来的那个色彩的奔放，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图像的这个，他们常常是很就是说天马行空的那个组合，其实真的是比我们正常人还要精彩太多